得关注哟。Hello，大家好，我又回来了。今天我要做的占卜题目是当下正在经历的人生课题。我们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经历不同的人生课题，那么就来看一下当下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课题，宇宙及天使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与指引呢？好，今天我们依然没有占卜小物，我们根据牌卡来选择。这是第一组，这是第二组，这是第三组。再次声明，今天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占卜的内容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情况，请选择与你相对应的信息听取。那我们现在静下心来，选择一个与你最有感应的一组。选好了吗？选好了，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占卜啦。好，这是选择第一组牌组的宝宝，我们看一下你目前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课题，以及宇宙和天使给你怎样的指引。我已经提前抽好牌卡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啦。看一下，这是Five of Pentacles。我感觉首先是这一部分的宝宝，目前来讲，你可能受到了外界条件的一些挑战。比如说你周围的人来找你的人，可能很多人都是来 take advantage of you， 就是说，他们是为了某些目的而接近你的。所以这种情况，Five of Cups， 我们继续看。就会让你觉得很失望。你觉得每个人来接近你都是，有所目的，就让你情绪上感觉非常的失落。你可能有一些不再相信别人，或者是说你自己，想把你很多的情绪隐藏起来。下面一张 Four of Swords， 就是这样，就是给我感觉的是一个，你之前经历了太多的背叛与伤害。或者是说现在正在经历，让你感觉情感上很受伤，你想把自己藏起来，因为你不知道，如果你继续这样暴露的自己，下一个来找你的人是不是还是同样的缘由，就相当于于此往复，你感觉反反复复，你更多的伤害是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你现在正在一个 crisis point， 就是一个暴风点，两张5号牌。就导致的你现在是一个，经历了一些很大的波动，可能是争执，可能是financially 一些不好的情况。然后如果你是怎么说失业了，或者是说破产了这种情况，你也看到了你的朋友或亲戚他们开始远离你了，所以这一点也让你的很受伤。你感觉你是孤立无援的，你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所以你现在就想躺平，就想藏起来，不与外界联系，因为这些人让你太受伤了。其实你是一个内心比较敏感的人，你是能感受到他人情绪的人，而且你正在经历一个转变期。即使是这样，因为你本身你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内心敏感的人呢，对感情的需求也是很高的，所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内心还是希望有人可以给你一盏明灯，在这种情况下照亮你的生活。所以你更多的来讲是对情感上对这种背叛的一个失望点已经达到了一个制高点，本身你现在就想隐藏起来，但是同时你还是对这个情感还是抱有希望的，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还是希望他们可以给你一些情感的。对，你还是期盼你的生命中有一束光能照耀你，把你在这种情况下给你一些希望，给你一些温暖。我感觉这组宝宝我好想抱抱你哦，就是你目前的感觉这种处境让你没有办法相信别人，但是同时你又是心里面还是怎么说，有一些小小的侥幸与小小的期待，是这种情况。即使受了很多伤，但是你的内心还是对未来抱有希望，至少你的心态是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Ten of Cups， 就是他给你说什么呢？宇宙跟你说什么呢？你要继续保持这种希望，就是或者是说你如果是许愿，这是你的一个愿望，你的愿望会成真的。但是你现在在一个转变期，总有人会来帮你的。你之前对别人的付出，那些 take advantage 的那些 take advantage of you 的那些人，就是他们从你身上吸取的，不管是情感也好，金钱也好，你对他们的付出，总有人以不同的形式来回报你的。只是你现在在一个转变期，现在这个马上就会来，它是必来的一个过程，就是因果循环嘛，总有人会把这束光还给你的，只要你对未来还是抱有期望。但是我看到了这组宝宝，你还是对未来很有期望的，你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只是它没有那么快，它需要一些时间来运作。还有一点，我感觉这组宝宝现在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因为你现在受的伤，还有这个 crisis point， 让你想 hide yourself， 就是想说我们的躺平，你现在就躺平了，就完全没有行动。我想说的是，我还是鼓励这组宝宝，如果可以的情况下，可以找一些你喜欢的事情去做，不一定跟别人有关系。你想问问你自己，你自己真心内心来讲想做什么，你要取悦你自己，好吗？你不要把情感的，还有一点我感觉到的是，你的情感过于依赖于别人，你是一个付出型的人格，从别人的身上，你的付出从别人的身上你会汲取到一些能量，可能你的付出，你看到了你的付出在别人身上开花结果，你会很开心，同时你也期待这样的回报在你的身上，但是你并没有得到，所以这个也是你感觉很伤心的一个原因，所以你现在就想把自己藏起来，就不对别人有付出了。但是我想跟你说，你现在要找一些事情来取悦你自己，比如说你最想去什么地方，你最喜欢吃什么，你就去吃，你最想去的地方你就去玩，甚至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干的话，一个人也好，去运动，这样的也会提高你的一个能量状态，好吗？那我们看一下宇宙想跟我这组宝宝说你要怎么做呢？ Queen of Wands， 对，我感觉这组宝宝还有一种情况是，首先你就是一个服务型的人格，你服务他人你会觉得很快乐，而且这组宝宝你的灵性能力会非常的强，有2张灵性能力出现的，所以说你是一个情绪极度敏感的人，你能很容易的感受到他人的情绪，这个也是让你很容易受伤的一个原因，很会察言观色，别人的一举一动你都能很敏感的感受到别人的开心与不开心，所以有的时候相对于这组宝宝来讲，你有一些讨好型人格，这个也是让你受伤的一个原因。还有一种情况是，这组宝宝你很大的课题，你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于自我的一个交战的过程当中，你的内心没有办法 align with your action， 就是说你心之所想没有办法跟你的行动达成一致，有的时候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但是迫于不想让某些人生气，迫于外在的一些压力，迫于自己的一个道德绑架、情绪绑架，你就去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实际上你并不是开心，这个并不是你自己想做的。还有一种，这组宝宝有一个内耗的情况，就是其实外界来讲，他对你的影响远远没有你内心对你自己的影响大。你经常会，你的想法就是说一漫海水一面火焰，没有办法达到一个中庸，而且没有办法 align。你可能想做一件事情，但是你会考虑到这个，考虑到那个，最后你做出来的是完完全全跟你内心想的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也是让你很纠结、很难过的一个原因。这组宝宝要注意一下，你这个内耗、内心的矛盾，你一矛盾，你这个人生就卡住了，好吗？
还有一张是跟我们说知足宝宝的是什么呢？又是一张灵性的牌，就是说这个它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解决的。这个有的人说它是一个怎么说，一个 temporary 的一个课题。我刚才说了，每个人一段时间会经历的一个课题。知足宝宝，我感觉这个课题是你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你在短时间之内你想解决它，你可能会把自己逼得更难过，所以要 take time。这个不是说你或者说这3个月你才有的事情了，这个可能是这个宝宝很长时间，或者是从你 on and off，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段时间阶段性的出现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这种宝宝你有一个戴着面具见人，就是你希望给别人的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你经常在维护这个印象的时候，你就会委屈自己，感觉到很受伤。但是我建议这组宝宝，你要做自己，你是很有人格魅力的。其实，如果你能让你真心的那个实实在在你本人真心的那个样子出现在别人的身边，做自己，甚至有的时候我跟你说自私一点，你会过得更舒服，你的人生课题也会更解决得更快。还就是放下你的偶像包袱，好吗？好了，这就是第一组宝宝的一个信息，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好了，那我们下次占卜再见啦！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跟 like 我的视频，谢谢大家啦，拜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2组牌组宝宝，你目前当下正在经历的人生课题，以及宇宙和天使给你的建议和指引。我已经提前抽好牌了，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啦。Mirror of Visions， 所以这组宝宝之前可能是比较多愁善感的一个人，或者是说你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之前你可能是甘愿做绿叶的这样的一个人，你做的工作呢也有可能是比较 supportive 的，就比方说像会计啊、后台一类的呀，给予别人支持的那一种的，就是你是甘愿为别人付出的，而且这组宝宝的情绪跟情感也是比较敏感的一类的，而且为人也温和友善。那么现在你现在进入了一个转变期，你可能觉得要拿回一个内心当中的力量。我们看到了权杖五，权杖五来讲说是说你可能勇于踏出了自己的 comfort zone， 之前你可能会选择用一种各种方式来 avoid 跟别人的一个 conflict， 但是现在你可能说选择了一种直面去应对的这种情况，不管是竞争也好，不管是冲突也好，你更选择了愿意去面对。我感觉这组宝宝的能量是非常好的一个转变啊！看，同时也是说这个是权杖国王，Keeper of Spells， 就是说你拿回自己心中的力量。那么这组宝宝根据这几张牌，我看到的是目前来讲，你是一个从幕后转到台前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说你不愿意再做别人的绿叶了，你也想尝试一下做自己的红花。我感觉这个能量是非常好的，而且这组宝宝我感觉到你会非常有能力，你的显化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而且你学东西也会非常快。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在 work on 吸引力法则跟显化法则的话，这组宝宝你的梦想是会实现的。而且我还感觉到了，就是说你现在就是在一个。整体来说，你现在在经历的就是寻找自我、寻找内心当中真正力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会摒弃之前的一个多愁善感，更多的是去做、去实践，不再想。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能量。你现在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能量，而且我看到了你更多的是愿意付出。之前来讲，你的付出可能都是一种情绪上的给予，或者是说默默无闻的付出。那么你现在的付出是让大家看得到的付出，就是比方说你付出了一件事情，你之前可能就不会说，但是你现在
在工作当中，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你又会做又会说，这样的话，我感觉是非常好的。而且你之前可能有一个理念，就是说，是付出型人格，为人要友善。而现在来讲，你是菩萨心肠，但是要用雷霆手腕。我感觉哇，这组宝宝的能量简直是太好了。你这个现在经历的，简直就是说人生的一个转变。我感觉更不太像是一个人生的课题吧。但是我看到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因为你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转变，你有的时候会故意的 challenge 你自己。你看这两个人，他的家就在这里，但是他还在这边取火，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方式，但是你可能会给自己为了 challenge 选择了一个困难模式，大可不必啊。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利用周围的条件，毕竟你的吸引力法则会非常强的。如果你产生了这种想法，转变的想法，宇宙都在帮助你，所以你不要担心，说不要有一个理念，说你所有的成就都要通过非常非常的辛苦才能付出，才能得到结果。有的时候确实你要接受生活当中的幸运和你本身自己的一个能量，好吗？这个要相信自己的吸引力法则，然后你要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你也要相信你是幸运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还有，有的时候我感觉这组宝宝你现在的这个能量是过于冲了，你还是要静下心来。你这个突然之间的改变，你可能会就是不管不顾去想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要你 slow down 好吗？同时考虑一下之前别人的想法，你现在就是完全。感觉之前可能有一种情况是压抑的比较久，那么你现在到了一个阶段，说就是要改变，我要找回我自己的能量，完全不顾身边人的想法，有的时候会甚至站出来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有的时候你可能要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吧，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一点。这里边也是说容易就是说你现在尤其是稍稍的方式会有一点点极端。我建议你现在还是用一个温和的方式，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做的改变都会发生，而且你现在走的是一个非常对的路上，只是这个转变，你要相信宇宙，你的转变是对的，你这是一个必经的人生课题。那么宇宙就在支持你的这个转变，你不需要急，也不需要给自己制造一些没有必要的困难。想做你想做的事情，同时也要考虑一下周围的实际情况，好吗？我们看一下这组宝宝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哦。现在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可能之前压抑的一个比较久的情况，你现在一下把自己打开了，那么你现在的想法会思绪乱飞，今天想做这个，明天想做那个，那么宇宙跟你说，你要想好了再做，不要一件事情做一半而半途而废，3分钟热度，这个是你现在要面临的一个具体的课题。你现在正在面临一个转变，但是你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要有自律，你还是要遵循一些规则，还是有很多的世俗的约定来约定你的。比如说，你还是需要为自己的生计负责，你不能说今天我突然之间之前是做会计，那我后来想做博主，就把自己放到一个前面，但是我就立马辞职了，我不干了，然后我就开启这个博主是可以的，但是你也要同时想一想，你实际的情况，你做博主这件事情能不能支持你现在的生活，好吗？就是而且你不能说我做了2个星期博主之后，我发现博主这件事情不适合我，我想去做销售试一下，因为我想接触更多的人，积累人脉。那么我又突然之间把这件事情放弃了，然后之后我又去做销售了，然后之后又不 work out。所以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在经历的这个转变期，
是非常好的，但是同时你要有一个具体的计划，让你的言行合一。你想的事情要通过一个具体的计划和自我约束才能达成。你不要今天就是要注意一个3分钟热度的问题。好了，这就是这组宝宝的一个信息。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订阅 ，like 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次占卜再见啦，拜拜。Hello，我们看一下第3组宝宝目前在经历什么样的人生课题，以及宇宙和天使给你的建议与指引，好吗？我已经提前抽好牌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Solar Plexus Chakra， 这组宝宝我看到了第一感应，这个是 Solar Plexus， 是我们的giving 跟 receiving 的一个 chakra， 就是叫脉轮嘛，然后这组宝宝来讲，你现在好像缺乏自信，因为这个脉轮堵住了之后，你不相信你自己能达到你的目标，而且你没有办法很好的接收，包括你的付出，你即使付出，你没有办法很好的接收别人的帮助。这张牌是 Prosperity Begins， 就是可能这组宝宝一直在筹备一个计划，或者是想开始一样新的东西，它是一个实际上的，也有可能你在计划着跟某些人的合作，或者刚刚达成一个 partnership。来继续看一下，Conflict and Defeat。所以这种情况来讲，我刚才这个牌就证明了你现在的问题就是接收与给予这一块，还有缺乏自信，所以你可能 put your high self-esteem put a guard on， 所以很多的时候你是要急功近利达成一个结果，不是说急功近利吧，可能是看重结果比过程更重要，就导致了一个有的时候会忽略周围人的一些感情，为了达成一些结果，甚至可能会伤害一些人的情感。其实你自心你也不是很舒服的，但是更多的时候，你可能因为这个脉轮卡住了，你更多的是看重结果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这样子这里就是 harmony。所以就是说，更多来讲，这一组宝宝在经历的是一个人际关系的目前的一个课题。首先就是说，full picture 来看，这组宝宝他缺乏一个自信，你内心来讲你缺乏一个自信，你即使刚开始一样什么东西，你跟别人合作也好，很难达到一个 balance 的状态，就平衡的状态，你没有办法很好的达到给予与接收，你可能给的多，也有可能接收的多，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想要的更是结果大于过程，但是久而久之，不管是你给的多，还是你接收的少，或者是说你付出的更多，都让这段关系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你目前就是一个人生课题吧，如何平衡人际关系。所以就其实你在伤害，或者是说你被伤害，你伤害别人的同时，你自己心里面也是不舒服的，但是你确实就是忽略了这种感觉，因为你更注重的一个结果。所以这组宝宝来讲，你现在经历的人生课题是注重过程，注重别人的感受，更大于本身这个结果，好吗？看一下你的结果 ，Base Chakra， 所以就是你的海底轮也堵住了。海底轮就是对于financial security， 所以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安全感，然后这边又不自信。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Sacral Chakra， 你想要的东西，你的 emotion 也被堵住了。这里还有磁轮，磁轮的话就是情感。想要的东西没有办法说，没有办法很好的表达你的情感，包括 creativity 就是创造能力都卡住了这边。
我感觉整个如果这样的一个能量下来的话，你整个人会变得很焦躁，你整个下三轮都卡住了，相当于很飘，这个人没有根，所以有的时候用我们俗话说来讲，就是戾气会有一点重，别人一点就着的一个情况，因为你下三轮都卡住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平静自己内在的一个情绪。这组宝宝，你目前的一个指引告诉你，就是你现在需要疗愈，maybe take a step back，take it easy，好吗？就是可能是需要 slow down 一下，需要给自己休息休息一段时间，去远途旅行，然后去湖边或者是海边，这种地方，可以做一个小的一个冥想或者静坐，对你来讲都有好处。这组宝宝真的应该休息一下，好吗？就是现在要在一个就是要疗愈自己 ，before you move forward。你再来看一下。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的命运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的。这些没有安全感，这些没有办法对于情绪的表达，还有你没有办法给予接收，都体现了一个你对自己的不自信，你不相信命运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的。不管是宇宙还是天使，他都告诉你，你才是你命运的主人。即使不是命运是被安排好的，即使它一部分是存在这样的，毕竟我们看八字啊，看手相，确实里面有一些因果业力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好吗？这里就是说，总有我们现在可能你处在一个人生的低谷，但是好运总会来的，因为这是一张时来运转的牌，同时告诉你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你的好运来不来要看你自己怎么做。这里面告诉你就是要增加勇气，你真的需要给自己很大的勇气，勇敢一点，不要再害怕。有感觉这组宝宝更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的恐惧、害怕，因为你下三轮不稳，所以建议你经常要去海边做一下冥想，然后还有一些宝宝可以多做一些活动，比如说瑜伽里面有助于下三轮的活动。还有一些宝宝做一些physical activity，让你的下三轮活跃起来。这样的话，你整个人会变得更有力量。可能这些宝宝你更多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你在一个运动的状态，也有可能你这个下三轮是因为久坐你所以卡住了，所以站起来要经常走一走，跑动一下，让能量流通起来，好吗？好了，这就是这一组宝宝目前现在经历的一个课题，我相信你能克服的，我们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就是这组宝宝所有的信息啦。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订阅、like 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次占卜再见啦，拜拜。